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镇北將軍沈龍淵、清遠將軍沈慈通敵叛國，罪鑄血藻，全族抄家，流放遼襄邊關，永世不得返京。钦此。哥哥，我们什麼時候回家？民女蘇婉寧自願隨沈家奔赴邊關。蘇婉寧，你瘋了嗎？此去遼西數千里，中途還要翻過幾座覆滿寒冰的積雪山峰，那是十死無生的鬼門關啊！你簽的是活契，本就不是神府家奴，拿着你的契書走。婉寧啊，你自幼进神府，已經在我們家做了12年丫鬟。神府蒙難，你這麼年輕，沒必要跟着我們一起往火坑裡掉。是啊，婉寧姐，你聽我大哥的，拿上你的契書，以後找個好人嫁了，過安穩日子。12年前，奴婢的命就是少將軍救的，我這條命本來就是沈家的，今日沈家蒙難，婉寧要是苟且偷生，那才是不仁不義。有人，拿着。謝謝。跟我走，以後就不會再挨餓了。少將軍，求您了，讓我跟着沈家一起去邊關吧，一路上我還能幫忙照看老夫人和小姐。婉寧姐姐，快起來，地上涼。罷了，他的枷鎖鹿蹄算在沈家名下，讓他跟着。你記着，要是流放路上遇到暴雪極寒，撐不住了，沈家隨時放你走。婉寧誓死不退。到了，以後這兒就是你們的家了。無糧無水，土地荒蕪，讓我們一大家老弱婦孺，怎麼在這邊關開荒謀生，苟活度日？本官只負責把人送到，你們的死活和我有什麼關係？一路省吃儉用，就剩下這半袋糙米，勉強夠所有人喝一頓稀粥。吃完這頓，就再也沒有餘糧了。先進院子吧。這塊地荒成這樣，就剩幾株野菜，我們以後可怎麼活啊？這裡的土地天生貧瘠，就算種下去東西也結不出果實。往年被流放到這兒的流民那麼多，10個人裡能餓死9個。水，有沒有水？我口乾的受不了。屋裡的水缸是空的，一滴水都沒有。旁邊就是軍戶村，村裡應該有人，我去村裡接點水。我去後院看看有沒有水井。沒有水，這口井也乾了。這是什麼？這是什麼地方？是仙境還是異世秘境？老趙，你這批貨走量不少啊，用了我家复合肥的，哪个不說產量能翻番？那當然，上個月老王那一小塊地用了你家的肥，種出來的小白菜比臉盆還大，拉到鎮上一下子就賣光了。這黑色的土能讓地裡長出更多糧食。邊關的荒地土地貧瘠，要是有了這東西，大家就能活下去了。快走快走，不能讓人看見。回去，讓我回去。這東西若真能讓地裡長出莊稼，沈家就有救了。婉寧姐姐，
回來啦！后院有什么呀？后院有口井，可惜早就枯了。念安不许一个人去枯井那边玩哦。念安最听婉宁姐姐的话了。我去旁边的军户村借了一桶水，你要是口渴，先喝点。有水就行，我不口渴。我去看看院子里那些野菜还能不能救活。这几株野菜长不大，婉宁，別費力氣了。二公子，我想試試，如果能把這些野菜種活，咱們全家說不定能在這裡越過越好呢。小黑土啊，沈家老小的命全壓在你們這兒了，千萬別讓我失望。婉寧姐，這菜前幾天不還黃着嗎？怎麼突然長得這麼好？這長得確實太快了。不是說邊關的土質貧瘠嗎？這幾株野菜怎麼會長得這麼快？我前幾日在後院枯井底下挖到一些黑土，看着像是老輩人說的沃土靈粉，就拿來試試，沒想到真管用。姐姐，你看這些菜長得真好，姐姐好厲害，菜活了，以後咱們是不是不用餓肚子了？管用，太管用了，這下咱家不用挨餓了。議事之物不可外傳，我一定要守住這個秘密，靠這些東西撐起沈家上下，直至他們平反昭雪。婉寧，這些天全靠你撐着這個家，要不是你，我們一家子老小真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。姐姐種的菜最好吃，姐姐就是咱們家的大功臣。婉寧姐，我沈瑜嘴笨不會說話，以後誰要是敢欺負你，我第一個跟他拼命。沈家遭此大難，多虧你裡外操持，這份恩情我們絕不敢忘。當年救你回來不過是順手為之，今日你卻救了沈家全族。以後在這屋裡，你不必再自稱下人，我們都是一家人。將軍當年給我的不只是半張餅，是撿回來的一條命。我這條命本來就是沈家的，做什麼都是應當的。嘿嘿，喲，流放的罪人居然還能吃上鮮菜，過得比老子還滋潤。大人有何貴幹？哼，例行搜查，朝廷定下的規矩，流放犯人每月要交孝敬糧，交不出來，你們全家就滾出去餓死。我們剛到邊關，連一口飽飯都沒吃過，哪來的孝敬糧？哼，沒糧，把這幾盆菜拔了餵馬也算孝敬。昔日威風凜凜的將門公子，如今居然要和泥腿子搶一口吃食，真是落魄到家了！別碰婉寧姐種的菜！你要糧就拿走，別動這盆菜。你還以為自己是當年那個高高在上的鎮國大將軍呢？老子看中的東西就是老子的！站住！哼，怎麼不服氣呀？老子穿着甲胄，還怕你一個手無寸鐵的流民嗎？才放下！哥！娘，大哥受傷了。落平陽被犬欺，這群畜生！我沈家一代代以身報國的時候，他們哪敢這樣騎到我們頭上撒野？姐姐，
大哥會不會死？念安，別哭，哥哥不會有事的。邊關缺醫少藥，要是傷口發炎，恐怕……沒有藥的話，沈慈肯定撐不住，只能再去那個地方了。老夫人別急，我去找藥。求求了，帶我去上次那個仙境。我上次來的時候，記得這裡有好多藥鋪，一定要買到治傷的藥，救少將軍。姑娘，您要買藥嗎？我家公子被人打傷了，你们这儿有沒有治傷的藥？專門治外傷的藥沒有，但這消炎藥可以防止傷口感染。好，我要了，一共120塊，您掃碼還是付現金？這是柳夫人送給我的18歲生辰禮，可少將軍的命等不起，顧不得了。我不懂什麼掃碼，這是我家老夫人送我的鐲子，拿它換藥可以嗎？血絲沁滿玉體，包漿渾厚古樸，這最少是上千年的古代珍品啊！姑娘，這5萬塊你先拿着救急，藥算我送你的。大叔，上次我聽你說這黑土能讓地裡長出莊稼，這東西該怎麼用？1畝地撒多少？澆的時候要注意什麼？丫頭，你這是要種地？咱們家這種華佛肥，1畝地撒20厘，對水稀釋後膏在根上，就算是貧瘠的地也能長出好莊稼。記住了，別貪多，要保肥緊施。大叔，給我拿5袋最好的華佛肥，剩下的錢全都換成好佛活的菜質。姑娘，你這是……算了算了，我不多問。大叔給你挑最貴的進口肥，再白送你10包好的菜種。糧食，看來這仙境真的什麼都有啊！再帶些糧食回去。藥有了，化肥備齊了，種子也有了，糧食自然就穩了。眼下不僅夠支撐一段日子，還能留出餘糧做種子，就是希望能把現在這塊連莊稼都種不好的邊塞，改造成名副其實的大糧倉。我回來了，少將軍有救了。婉寧姐姐，你去哪兒了？大哥的頭好燙啊，已經燒得睡着了。婉寧，這藥是從哪兒來的？我在井底發現了幾株從沒見過的藥草，用石臼搗蒜做成的。老夫人放心。少將軍用了藥，很快就會退熱。姐姐，大哥的額頭沒那麼燙了。婉寧姐，這菜長得比咱們在京城府裡種的還壯實，你是不是會仙法呀？三公子別瞎說，就是井底的黑土，肥力好，加上這幾天下雨，長得好是老天爺賞的飯吃。婉寧，你說的這井底黑土能用在所有地裡嗎？能，咱們再多開幾畚地，就夠全家吃飽了。婉寧，當初你執意要跟着我們來邊關，我心裡一直覺得對不住你。如今沈家老小的命全都是你救回來的。老夫人別這麼說，我這條命本就是將軍給的，做什麼都是我應當做的。姐姐做的飯最好吃了，姐姐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。婉寧，這些天家裡裡裡外外全靠你一個人撐着，要是沒有你，
我们这一家子老弱病残，早就饿死在这儿了。婉宁姐，我沈玉嘴笨，不会说漂亮话，以后谁敢欺負你，我第一个跟他拼命。丫头，沈家已经欠你2条命了。这些天辛苦你了。只要这枚戒指还在，沈家一定能撑到少将軍翻案的那天。想不到当年不可一世的将軍，如今竟然躲在这种猪圈里苟且偷生。朝陽公主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沈慈，當年你在京中何等風光，如今竟淪落到住這種茅草屋，本宮看着都替你心酸。公主遠道而來，不知有何貴幹？貴幹，本宮就是專程來看看，當年當眾拒絕本宮賜婚的沈少將軍，如今過得到底怎麼樣？看來老天爺都替本宮出了這口氣。這裡面是御寒的棉衣和細糧，本宮看在往日的情面上，給你留個機會，跪下，給本宮道個歉。只要你肯磕頭道歉，這些東西就賞給你，否則你就看着你一家老小在這茅屋裡凍死餓死。喲，原來是公主殿下啊，您也被流放到邊關來了。放肆！你算什麼東西？不過是個端茶倒水的丫鬟，也配頂撞本宮？婉寧姐不是丫鬟，她是我們沈家的救命恩人。公主殿下，沈家雖然落難，但還輪不到外人來羞辱我沈家的人。婉寧是我沈家的家人，公主若要羞辱她，就先從老身身上踏過去。好，好得很。沈慈，本宮數到3，你再不跪，本宮轉頭就走。你們一大家子就等着冬天在這茅屋裡等死吧。誰說沒有你公主的福收，我們就得餓死？這是……你們哪來的糧食？邊關苦寒，公主大老遠跑來要飯，也不容易。沈家剛收了鮮菜，賞您幾斤路上吃。您帶的這些東西，就別拿出來丟人現眼了。公主殿下嘗嘗，這是邊關苦寒之地種出來的，比京城暖房裡種出來的還脆還甜。好，好你個蘇婉寧，本宮記住你了。你們有種，你們整個沈家都給我等着！姐姐太厲害了，那個壞公主灰溜溜的跑了。你就不怕她報復？她本來就是來看沈家落魄笑話的，讓她看見沈家不僅能站穩腳跟，還活得比她預想中更好，就是最好的回敬。往後凡事有我。是將軍。原來如此，怪不得每次回來都渾身乏力，原來是這戒指在消耗我的體力。大叔，田裡生了蟲害，青菜葉被咬的全是窟窿，哪種藥管用？這個噴葉液，這個撒根部，1畝地用1袋，蟲害嚴重的話，隔7天再補噴1次。有沒有耐寒的2種？邊關入冬早，普通種子挨霜打就凍死了。這個麥子零下10幾度照樣出苗，產量比普通種子高3成。姑娘，你拿回去試試。院子裡的菜就算豐收，也不夠全家熬過整個冬天。我打算去開墾村東頭那片大荒地。婉寧，那片地表面泛着白鹼，那是鹽鹼極重的地。自古以來，鹽鹼地種什麼死什麼，去開荒不僅白費力氣，還會耗盡我們如今僅剩的體力。婉寧姐，村裡老人都說那是被老天爺詛咒過的絕地，連咱們這兒的土狗都不肯去那兒拉屎。沈家沒有讓女子頂在前面幹重活的規矩，不管是福地還是死地。既然你想試，沈家人就陪你一起試。
不管長不長出莊稼，只要沈家還在，就出得起這份力氣。拿上農具，去村東。少将軍，這水裡兌了草藥灰，能化開地裡的鹽鹼。咱們只要好好守着，種子一定能活。把這片地全翻一遍，深挖2尺。婉寧，你只管种，剩下的重活都交給我們。成了，全活了！这片绝地真的讓我種出奇蹟來了，真的沒錯。村正大人，您看沈家这菜长得也太快了，咱們村這麼多年都沒見過這麼壯實的好苗。你看這苗壯的邪門，根上還帶着黑土，誰家在這鹼地上能種出這種成色？就是，邊關這塊破地多少年了，種什麼死什麼。沈家一來就能種出這麼好的鮮菜，肯定是用了邪術。哼，急什麼？沈家這菜地到底用了什麼手段？官府來人一查就清楚了。要是真用了不乾淨的東西，誰也跑不了。婉寧，外面那些人說的越來越難聽了，說什麼借陰地催莊稼，禍害一方水土，還說官府馬上就要上門徹查。娘，別聽那些人放屁，婉寧姐靠的是自己研制的肥料，哪來的邪術？老夫人，您先喝口粥，緩一緩。沈家沒偷沒搶，沒犯王法。官差來了也查不出什麼問題。娘，婉寧說的對，沈家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查。要是有人硬要栽贓陷害，還有兒子在。沈少將軍，聽說你們這塊破地裡都長出金疙瘩了，日子過得比老子還滋潤。大庸律令，流放罪臣禁止私囤活魚糧產。你們種這麼多東西，是不是想造反？還不快把所有蔬菜和黑土通通上交！大人，這可是我們全家老小過冬的救命糧，都是我們自己親手種出來的，怎麼就成私囤了？少廢話，不肯交！來人，把這片妖菜全給本官踩爛，一根草也別給他們留！周巡檢，郡守大人交代的差事，咱們今天就能辦得漂漂亮亮。回去之後定有重賞。大庸律令明辨，保護良民開荒。我們憑自己雙手種出的救命糧，何來私囤之說？大人若是要假公濟私，強行傷害我的家人，沈某即便拼死正當防衛，也要把狀紙遞到御史台。沈慈，你放肆！今日算你們走運，我有下次絕不輕饒。還不快滾過來！走！這口氣我咽不下。那就換條路子，過幾日把沈家報上去，就說流放犯私藏不明物資，形跡可疑，請上面派專人下來徹查。到時候就算查不出什麼，光審查拖上幾個月，也能拖死他。少將軍，你怎麼了？沒事，老毛病，忍忍就過去了。是不是舊傷又疼了？上次的藥膏是不是用完了？早就用完了，咱家現在這條件，哪有餘錢買藥？沒關係，忍忍就好了。少將軍，這半支藥膏你先用着，明天我去鎮上想想辦法。姑娘，你可算來了，我正愁聯繫不上你呢。你上次當的那只玉鐲，我送去拍賣行，專家鑑定是千年血絲玉，拍了50萬。上次只給了你5萬定金，剩下的45萬我一直給你留着，密碼6個8。老闆，
這錢你能不能给我换成金子？姑娘，45万换成金子得有好几斤，你拿得动吗？再说现在金价这么高，拿得动，麻烦老板帮我想想办法。得，算你找对人了。换别家你今天肯定空手回去，也就我平时喜欢收藏这些东西。店里现货就这些，按市价折算给你，刚好够。少将軍，把這藥吃了，對你的骨傷有好處。拿走。邊關苦寒，怎麼會有這種稀罕的好藥？來路不明的東西，我不碰。這就是鎮上新開藥鋪買的。你一個弱女子，怎麼拿得出錢買這些藥？你是不是瞞着我，去求了那些押解我們的狗官？根本沒有找什麼狗官，我是把銀耳環當了換的藥。誰讓你自作主張的？我沈慈當年馳騁沙場，如今居然要靠賣你的貼身首飾苟活。將軍，12年前，您把我從死人堆裡拉出來的時候說過，只要還有一口氣，就得活下去。這個家要是您倒了，我們可怎麼辦啊？算我求您了，把藥吃了，把病養好。下次不許你一個人出去，更不許再當賣你身上的東西，一件都不行。老二，把東西請出來。丫頭，12年前慈兒救你，這12年你從沒欠過沈家什麼。流放這一路，你護着沈家闖過絕境，你是我沈氏全族的恩人。之前雖說過把你當家人，但終究是口說無憑。老二，研墨，落筆。婉寧，進了這本宗譜，你是老身名正言順的親閨女，誰也越不過你去。婉寧，以後你就是我親姐姐。名字落進宗譜，這輩子我們就綁死了。從今往後，你不再是下人，是我沈慈拼了命也要護着的沈家人。蘇婉寧原本無父無母，今日起，生是沈家人，死是沈家鬼。等沈家沉冤昭雪那天，我們一起回京城。不是回京城，是回家。流放這一路，你護着沈家闖過絕境。老天爺啊！這場寒潮是要絕我們邊關百姓的命啊！全凍死了，一粒糧食都沒給我們留啊！10兩，昨天才1兩銀子。掌櫃的，求求你行行好，給點糠皮也行啊！滾滾滾！嫌貴別買，本地糧食絕收，外頭的糧運不進來，明天這價格還得翻倍。大人，這幾日城裡的餓殍多了30%，百姓都吃不飽肚子。咱們兩家聯手囤的那些糧食，現在拋售出去，利潤能翻50倍。不急，這才哪兒到哪兒。等這群泥腿子連賣兒賣女的錢都掏空了，才是咱們賺大錢的時候。大人英明，官府糧倉裡的那些陳化糧早就被咱們倒賣空了，只是上面要是追查下來，追查？寒潮是天災，關本官什麼事？外面全亂了，昨夜寒潮過去，全村連城外所有的莊稼全凍成了冰渣，
鎮上的粮價一夜暴漲了幾10倍，街上到處都是流离失所的流民，已經民不聊生了。街上到處都是惡評。我剛才去看咱們開墾的那片荒地，裡面的菜苗和粗糧全活着，一點都沒凍壞。大哥，現在整個邊關，恐怕只有咱們沈家那片荒地裡還有活着的莊稼。可如今外頭斷了活路，這漫天大雪裡獨一個兒的生機，怕是要給咱們招來殺身大禍啊！虽然咱們的糧食耐寒，可扛不住一直是這種天氣。我們先把長好的糧食運回來。老二、老三，抄家伙，收糧。看来连老天爺都在幫咱們沈家，別耽誤時間，把布袋全鋪開，趕緊收。少將軍，你看這個蘿蔔多大，咱們冬天有救了。啊，收粮食嘍！二哥，以前在京城府里，天天都是山珍海味，我倒覺得今天這滿地的大蘿蔔和紅薯，才是天底下數一數二的美味，太痛快了！咱們用爛木頭和後腰草把菜嚴嚴實實蓋住，上面再潑一層黑皂灰偽裝起來。從今天起，除了我取糧做飯，誰也不許靠近灶房深處。婉寧，如今咱們家有餘糧，菜地裡也長着鮮菜，該多拿出一些接濟那些流離失所的老人和孩子。爹，您終於發話了，我早就想說要多施一些粥，又怕婉寧姐不同意。我什麼時候不同意了？施粥的量原本就是老夫人和我一起定下的，要是再多施，就得從咱們自家的口糧裡扣了。就從咱家口糧裡扣。我算過了，地窖裡的存糧和菜干足夠咱們全家腾到開春，拿出2成接濟流民，不會有什麼影響。好，從明天開始，每日只熬早晚2鍋，優先分給老人、孩童和孕婦，大人每人只給半碗。沈家是活菩薩呀！老頭子，我在邊關活了60年，經歷過3回糧荒，官府從來沒管過我們一回。沈家仁義，往後誰敢欺負沈家，我們第一個不答應。婉寧，大哥，我查到了，官府的糧倉根本就不是空的。我蹲守了3夜，親眼看到半夜有馬車從官倉後門運糧出去，他們把官糧倒騰出去高價售賣，轉頭再向上稟報官倉是空的，實實在在中飽私囊。全城鬧糧荒，百姓吃不上飯，官倉裡卻堆滿了貪官們的黑心糧。二公子，你查到的這些內容，足夠讓錢應該掉腦袋了。墨兒，你做得好，但眼下沈家勢單力薄，貿然舉報反而會被他們反咬一口。先把這件事記下來，等時機到了，這就是咱們沈家反擊的籌碼。一長兩短，這怎麼可能？這是我們前鋒營獨有的內部暗號。當年涼州一役，前鋒營全軍覆沒，到底是誰？少將軍，前鋒營副將聶風拜見少將軍。聶風，你竟然還活着！當年涼州一役，軍報說前鋒營被圍在死谷，不易生還。沒有全軍覆沒。少將軍，當年那封令您痛抵死罪的書信是假的，是有人模仿了您的筆跡偽造的。還有當年涼州那場敗仗，根本不是情報洩露，是軍中藏了內奸。老將軍不是戰敗，是被自己人從背後活生生捅了刀子啊！
聂风，这些話你跟多少人說過？少將軍，讓這位聶大哥進屋說話，外面風大，當心隔牆有耳。曹瑾在朝中掌權，公主母族盤踞宮內，錢廣進鎮守邊關，上下串通一氣，難怪當年老將軍會被削職流放，連半句申辯的機會都留不上。少將軍，這還不止，我在邊關潛伏這麼多年，查到如今這個錢廣清，正是曹瑾的遠房親戚。他奉命駐守邊關，就是專門監視沈家，打壓沈家的棋子。證據再多，也得活着送到京城。眼下沈家最重要的是穩住後方，先活下去，再談翻案。郡守大人怎么親自來了？這點小事交給小的和周督察辦就行，保證把人給你抓回去。臣子，本官接到舉報，你沈家私自接納鎮北軍舊部，暗中私賄流民，聚眾結黨。放開我！聂風只是閒雜流民，大人憑什麼抓人？哼，憑什麼？你沈家這是公然違律，私藏舊部，這不是結黨營私是什麼？本官今日就依法逮捕聂風，押入大牢候審。三弟，這是錢廣鳳，不能動手。大人說沈家結黨營私，可有真憑實據？哼，賬冊可以偽造。哼，今日聂風必須帶走。沈慈，你若敢抗法，謀逆重罪，本官現在就上報京城，治你謀逆重罪。少將軍，不用管我，大牢我聂風不是沒蹲過，你們穩住，別中了圈套。你以為我不想救？但現在衝進錢廣進府，正好坐實劫獄謀逆的罪名。錢廣進巴不得你去。三公子，錢廣進的目的不是聂風，是逼沈家衝動，好給沈家扣上私去兵力，意圖謀逆的帽子。那你說怎麼辦？示弱。從明天起，沈家不再施粥，關上院門，做出被嚇破膽的樣子，讓錢廣進以為沈家認慫了。二公子，你們暗中繼續查，趁錢廣進以為沈家不敢反抗，把他克扣賑災糧、倒賣官糧的證據全挖出來。明白。聽說官倉的暗賬藏在錢廣進府後院的賬房裡，半夜沒人看守。這就是錢廣進倒賣官糧的暗賬，每一筆都記錄得清清楚楚，加上聶風帶來的內奸密信，還有你之前記下的看守對話，3套證據湊在一起，足夠把錢廣進連根拔起。蘇姑娘，本官聽說沈家前幾日關了粥棚，今日又開了，怎麼是怕流民鬧事？大人說笑了，沈家施粥本就是為了流民，可我想知道，邊關糧荒，官府糧倉既然有糧，為何不放糧賑災，反而讓流民餓死街頭？放肆！官倉放糧自有朝廷規矩，本官豈能擅自開倉？大人是說官倉有糧？廢話，官倉當然有。錢廣進剛才說官倉有糧，他之前明明上報朝廷說官倉空了。大人，
官倉到底有没有粮？有粮为什么不放？官仓放不放粮，沈家管不着。但大人今日当众说了，官仓有粮。大人，沈家施粥每日用多少锅多少粮，账册上记得明明白白。官仓放不放粮，沈家管不着。但大人今日当众说了，官仓有粮。这话在场所有人都听见了。大人是边关父母官，当众说过的话，总不会不认吧？你这是污蔑！这些账册是伪造的！是不是伪造？巡按御史到了自然见分晓。沈家的加急奏报3日前已递往京城，最多10日，京城就会派人来查。大人若有胆量，到时候当面与沈家对质。那些账册怎么会落到沈家手里？你不是说账房万无一失吗？大人，当务之急不是查账册如何丢失，巡按御史最多10日就到。大人这顶乌纱帽怕是保不住了。那就让巡按御史查不到。沈家不是握着证据吗？今夜你带人去沈家茅屋，从后院柴房点火，2间破茅草房，风一吹就着。大人，万一被人发现，发现又怎样？沈家是流放犯，搞死几个流放犯，谁会在意？反正人都死了，谁来替说话？老爷，着火了，快起来！跟着我走。念安还在里面。您和念安在哪儿？屋子保不住了，救人！跟我走。念安，奶奶在这儿，不怕不怕。还好没人受伤，这放火的人实在太可恶了。还好没人受伤，这放火的人实在太可恶了。人都在就好，只要人在，比什麼都強。爹，这裡太冷了。少將軍，咱倆去鎮上把多餘的糧食賣了，天亮之前應該能到。好。這是當年你娘陪嫁的一根銀簪，拿去一併當了，不用省，先讓全家人吃飽穿暖。哈哈，您家这糧食成色好，比官倉裡那些陳化糧強多了。這些我全收了，按市價算，絕不壓價。涼涼，多謝掌櫃。老闆娘，我們要幾床厚棉被，2件老人家穿的厚襖，再加2套小公子的冬衣。姑娘，這點東西我給你算最高價，這就給你拿。老闆娘，除了他說的這些，再拿1件最厚實保暖的女子大氅，要雪白色的。少將軍，銀子得省着用，房子燒了還得重建。我不冷，不用給我買。給你買你就穿着，我不希望你凍着。婉寧，以後先顧自己，再顧沈家。喲，這位公子可真心疼媳婦兒了，這大氅最襯姑娘了。多謝掌櫃吉言。大哥，有了這厚被子，今晚就不怕漏風了。老夫人，這件棉衣是給您挑的，厚實擋風。你這孩子自己腳上還穿着單鞋，倒先給我挑衣裳。
治風寒的、退熱的、外用的伤药都齐了。这是麦良剩下的银钱，墨儿，你来管账。以后沈家在镇上卖粮的活路，也由你来经营。今天累坏了吧？不累，看着全家人都穿暖和了，心里踏实。这院子是我那男人留下的，兒子戰死後就空了好些年。你們要是不嫌破，價錢好商量。灶房沿道通着，儲物間乾燥，院子能晾菜乾，夠住了。這些夠不夠？夠了，太多了。這院子空了好些年，能有人住是好事。這院子不錯，院牆結實，冬天能擋風。婉寧姐姐，那棵樹還能結棗子嗎？能，等開春了，姐姐給它澆點肥水，秋天就能結棗子了。念念，你看，右邊靠牆那塊地，姐姐給你種些紅彤彤的番柿，保證是你以前在京城沒吃過的。好耶，念念有番柿吃了。大哥，有了這院子，往後邊關的事我來打理，讓婉寧能歇歇。謝謝二公子。以前在茅屋裡擠一張炕，現在3間正房，1人1間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該和婉雲姐……不管以後還有多少難關，至少今晚能讓全家人睡個安穩覺。謝謝你。少將軍不必謝，等沈家翻案回了京城，到那時再謝也不遲。化肥燒了1大半，只剩4袋。菜籽被煙燻過，不知道還能不能出苗。農具全燒沒了。開春擴種計劃需要不少化肥，這點不夠。明天我去鎮上鐵匠鋪打幾把新農具，化肥和菜籽只能另想辦法了。二公子先去睡吧，我再清點一遍。姑娘又來了，這次要點什麼？濃縮富緩寧，要肥效最持久的，還有生根粉、營養液都要。這批新到的濃縮肥，1袋頂普通的3袋用，肥效能管半年。營養液是藥材專用的，種什麼藥材都好用。老闆，有沒有耐貧瘠的藥材種子？沙質土能種的那種。黃芪、當歸、甘草這幾樣最耐旱，沙土地也能種。姑娘，你要多少？一樣來2包。奶奶，你在做什麼呀？奶奶熬粥呢。念安去院子裡玩，一會兒就能吃早飯了。火是從院牆4面同時燒起來的，不是一處起火蔓延開的。潑油的手法很專業，不像是普通毛賊幹的。我和三弟問過周圍鄰居，有人看見天黑後有2個黑影從醫館方向過來，火滅後又往醫館方向跑了。把這些新線索整理好，一併歸檔。錢廣進的死穴已經被咱們捏死了，只等巡安御史一到就能收網。但驛館裡曹景的探子還沒清乾淨，千萬不能大意。這麼早，你去哪兒了？我去鎮上藥材鋪挑了些藥材種子。婉寧，辛苦你了，這麼早出去買東西。老夫人，怎麼能讓您做這些？快放下，我來。婉寧，這些日子家裡裡外外全靠你一個人撐着，
我虽年紀大了些，但做菜還是做得動的。可您是沈家主母，怎麼能下灶房幹活？什麼主母不主母的？沈家遭難這一路，是你替全家等在前面，我看着心裡又感激又心疼。如今也想明白了，幫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家，給你們分擔一點，家裡這些小事就交給我吧。老夫人，您腿上的风濕還沒好透，站久了會疼，以後灶房的活還是我來吧。奶奶，念安也要幫忙，念安可以擺碗筷。好，念安負責擺碗筷，奶奶把粥端過去，咱們一家人吃早飯。快快長大。这片地肥力不錯，種藥材比種菜省心，長成了還能賣個好價錢。回來了。後山坡地上有幾叢野生黃芪，品相還不錯，我挖了幾顆回來給二公子看，開春後可以試着在後院種一批。進屋吃飯吧，以後進山還是叫上老三，別總一個人去。罪臣沈慈，狀告前公信私吞賑災官糧，高價調賣，發絕戶財，縱火殺人滅口，另有縱火人證2名。現場遺留的猛火油桶殘片與錢坑信府中庫存制式完全符合，人證物證俱在，請御史大人明察。大人明鑑，沈家乃是流放罪臣，懷恨在心，這賬冊定是偽造的。天災！大人不妨聞聞，這賬冊上殘留的猛火油味還沒散盡。若非沈家拼死護住鐵證，昨夜連同這暗賬一起燒成灰的，還有沈家滿門7條性命。御史大人，邊關3月糧荒，餓殍遍野，皆是此輛中飽私囊，扣押官糧所致。嚴懲狗官！邊關郡守錢遠近，以私吞官糧、草菅人命、縱火滅口，樁樁件件，鐵證如山，還敢狡辯？沈慈、蘇姑娘，你們密信中提及的沈家謀逆疑點，本官會記錄在卷，加急盛報內閣。邊關那個廢物，不僅斷了官倉的財路，還讓沈家把翻案的底牌遞到了御史台。想言沈家在邊關名望已達頂峰，絕不能留了。將軍，如今局勢寬鬆，等這批作物長成，咱們沈家就能徹底自給自足，甚至還能資濟更多平民。謝謝你，沒有你，我真不知道沈家該怎麼辦。少將軍，錢廣泛一島，咱們散落在邊關的兄弟全聯繫上了，大家已暗中集結，就在城外軍戶村隱蔽。繼續蟄伏，記住，沒有我的死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。沈慈，本宮讓你們去邊關等死，你們卻在那邊當起了土皇帝，看來還是要我親自出馬。少將軍，你看，這批財穀的品相比鎮上藥鋪裡的上等貨還要好上1倍，還有山坳那邊的黃芪和當歸全活了，這可是名貴藥材。長出奇蹟的不是這片絕地，是你，婉寧。我手上全是泥，別弄髒了少將軍的衣袖。這雙手救了沈家，就是世上最乾淨的手。以後進深山採挖的粗活重活，全都交給我。婉寧，這幾副藥下去，我這咳喘的老毛病好多了。這藥是你自己配的？回將軍，是我在後山挖的野生柴胡和黃芪，配上之前從鎮上藥鋪買回的幾味藥材一起熬的。婉寧，你真是沈家的福星，
以前在京城請了多少名医，都治不好老爺的咳喘，到了這苦寒之地，反倒被你調理過來了。是邊關水土養人，加上將軍身子底子好，才恢復得快。我不過是熬了幾碗藥，算不上什么。大哥，京城傳來消息，三司會審已正式啟動。巡按御史將我們遞交的證據呈給皇帝後，陛下當庭下旨徹查此案。曹瑾絕不會坐以待斃，他們在京城經營多年，三司之中必定安插了暗拽。少將軍放心，家裡有我。後山藥圃和良田的收後都很穩定，糧食與藥材儲備足夠全家人用到明年開春。辛苦你了。婉寧姐，這批藥材收了能賣不少銀子吧？不只能賣銀子，一部分留着給老將軍配藥，一部分賣給藥鋪，富餘的還能制成外服藥粉，沈家能用，邊關百姓也用得上。三公子，讓聂風再帶幾個兄弟，把藥鋪南邊的荒地也翻一遍，趁天氣還沒冷透，再擴種一茬乾草。是。少將軍，他們耗一天，沈家就強一分。有你在，後方無憂。等事了，我帶你堂堂正正回京城。好。少将軍，當年涼州戰役前夜，有個叫孫仲的參將，軍報上說他在涼州一役中戰死了。但上月我去鎮上採買時，看到一個人，穿着校尉盔甲，騎着軍馬，樣貌身形和當年的孫仲一模一樣，只是改了名字，現在叫孫震，在邊軍後勤營做糧草校尉。你確定沒認錯？孫仲左眉骨有一道刀疤，是當年訓練時我親手給他縫的針。那個孫震刀疤位置分毫不錯。這封信連夜送給軍中幾個還信得過的老兵，讓他們暗中查孫震。這2年經手的糧草賬目，與京城往來的西信記錄，還有他身邊接觸的人員名單。孫震既然改了名字，混在後勤營，肯定有曹瑾替他遮掩。後勤營歸兵部直屬，我們手裡沒有調兵權，那就用證據砸。先搜集他現行貪腐的罪證，再挖出當年偽造軍報的舊賬。等罪證鏈條完整了，直接遞到巡按御史手裡。軍中清理門戶，不需要我們自己動手。鎮上藥鋪掌櫃上次說，品相好的柴胡有多少收多少，價錢不會壓。這批藥材品相不錯，能賣個好價錢，賣了正好可以採購舊部需要的物資。婉寧，這單子上是舊部在外潛伏查案所需的物資，有外傷藥膏、金瘡藥粉、乾淨布條、保暖護膝和便攜乾糧。這些東西在市面上不顯眼，卻件件都是必備的。二公子放心，這些東西我會分開採買，不會引人注意。姑娘，你這批柴胡品相真好，根須完整，藥味濃郁，比之前那批還要好。這些我全收了，按上等藥材給你算價，以後有多少我收多少，價錢好商量。比預計的多，夠買齊二公爺單子上的東西了。沒被人留意到吧？沒有，分了3家鋪子買，每樣東西都不顯眼。
這些東西夠舊部在外查案用一陣子了。少将軍，全清了。驿馆里那2个探子，粮铺那个眼线，军户村那个暗桩，全都摸清了底细。大哥，我们在明，旧部在暗，孙振那边还在搜集罪证，不宜打草惊蛇。不过边关城内已经清理干净。翻案之前，边关必須守好。殿下，边關密探已斷連多日，恐怕凶多吉少。本宮不去，難道眼睜睜看着沈家翻案？本宮要親自找到沈家私通敵敵的新證據。如今邊關已是沈家的地盤，您親自前往風險太大。駕車的奴才瞎了嗎？去，把剛才辦了本宮的那塊石頭找出來，給本宮砸得粉碎。婉寧姐，從後市藥鋪到村東良田，再到後院保溫棚，咱家的產業快趕上一個小農莊了。藥材、糧食、瓜果、菜乾，樣樣都有。就算在這邊關再待3年，沈家也不愁吃喝。孫振，涼州一役的舊賬，加上你貪腐的鐵證，全在這裡了。人證物證俱在，立刻將他押往欽差巡按御史行幽，交由御史大人連夜按律審查。大膽狂徒！人證物證俱在，還不從實招來？是誰指使你出賣布防圖，構陷鎮北將軍府？罪人昭是曹瑾指使的，布防圖交給了敵軍偏將，偽造書信是京城書畫鋪一個姓吳的師傅寫的，還有昭陽公主的外戚家也參與其中。小人不過是一顆棋子，求大人饒命。畫押。陛下，邊關急報，當年涼州一役，構陷沈家的軍中內奸孫振已被抓獲歸案，親筆供詞在此。此人供認受曹瑾指使，偽造通敵書信，洩露布防圖，構陷鎮北將軍府，通敵叛國。人證物證俱在，供詞中詳述曹瑾如何勾結外戚，栽贓忠良，蒙蔽先帝耳聽。沈家滿門忠烈，蒙冤多年，懇請陛下聖裁。鎮北軍通敵舊案疑點重重，沈家暫免流放，留居邊關聽候核查。涉案官員一律停職待查。所有涉案曹瑾一黨即刻拿下，交三司會產，不得姑息。昭陽公主着人帶回禁足。少將軍，信上說了什麼？沈家暫免流放，留居邊關聽候核查。陛下，臣彈劾沈慈借流放之機，私據鎮北軍舊部，割據邊關，收攏流民，組建私兵。沈家在邊關廣施周糧，收買民心，實為圖謀不軌，此乃謀逆大罪，懇請陛下暫緩平反，徹查沈家。陛下，沈家案件鐵證已成，軍中內奸親筆供詞確鑿，翻案乃三司會審公議結果。曹瑾此時拋出所謂謀逆新罪，無非是狗急跳牆，意圖攪亂聖廳。平反旨意不可收回。至於曹瑾所控新罪，交由巡按御史一併徹查。若查實，則與舊案並罪。
相爺，御史台已派人前往边关核查新罪，最多半月便有結論。一旦查实是构陷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傳密信給昭陽公主，告訴她沈家雖已平反，但新罪查核仍有文章可做，讓她在邊關找到沈家私去兵力的實據，只要坐實擁兵自重，翻案便是笑話。本相在朝堂替他拖住清流，讓他速戰速決。沈慈，你的命還真硬，剛好翻案扳不倒你，那擁兵自重、意圖謀反的罪名，本宮看你拿什麼來擋？大哥，曹瑾反撲了，他們捏造沈家私处兵力，割據邊關，圖謀謀反的新罪名，聲勢不小。皇帝雖未收回平反旨意，但已下令御史台徹查，公主也正在趕來邊關的路上。盜賣官糧的是錢廣興，縱火殺人的也是錢廣興，反過來倒說沈家謀反。曹瑾這步棋不是想翻案，是想在翻案落地前用新罪名攪渾水，只要能拖住平反進度，他們就有時間銷毀殘存證據，保除在軍州和朝堂的最後幾顆棋子。少將軍，公主若真來邊關，沈家行得正坐得直，查就查。墨兒繼續和清流保持聯絡，隨時掌握朝堂動向。聶風讓所有舊尉暫停行動，只留農具。該種地的種地，該採藥的採藥。公主想看沈家謀反的證據，就讓她在這邊關好好找一找。本宮接到密報，沈家私據鎮北軍舊部，暗中集結兵力，意圖起兵謀逆。這就是你治下的太平？公主息怒，沈家施粥救濟災民，絕無謀逆之舉啊！所謂舊部，也只是幾名幸存老兵投奔，並無兵器甲仗。這供詞破綻百出，其中必定有誤會。誤會？本宮說他謀逆，他就是謀逆。是真是假，輪得到你一個小郡守來辯駁？你若敢包庇，本宮連你一塊誅九族！去給我查！傳令下去，即刻調城隍營300兵卒，所有沈家之人一律所拿，府中糧草物件全數查封。本宮倒要親眼看看，他沈慈的骨頭是不是還像當年在金輪殿上那麼硬？臣遵令。奉公主殿下之命，沈家所有糧食物資、賬冊文書全數查封，任何人不得阻攔，違令者以抗旨論處。殿下，沈家所有物資已全數查封，賬冊也搜來了，所有糧食藥材均來自荒地開墾與採藥所得，每一筆都有明細可查。府中既無私藏兵器，也無秘密糧倉。舊部皆是退伍老兵，手中只有農具。不可能，沈家一定藏了東西，繼續搜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給本宮找出證據。老漢活了60年，經歷過3回糧荒，每回官府都不管，只有沈家給我們施粥。你們封了沈家，就是斷我們窮苦百姓的活路。沈家要是想謀反，何必救我們這些窮苦人？大人，這上面是300位邊關百姓的簽名畫押，老漢不識字，名字是請村口袋鼠先生逐個寫的，指印都是個人親手按的，上面記錄的都是沈家這幾個月做的好事，件件屬實，老漢願以性命擔保。
大人，沈家自己的破屋被烧了，苏姑娘还把仙菜分给我们的孩子，求大人把这万民书呈上去，让上面知道沈家不是坏人。老长请起。本官定将这万民书原封不动呈送京城。钱广进在任时贪赃枉法，沈家却凭一己之力救了半城百姓，是非曲直，本官心里有数。各位乡亲父老，沈家今日能洗清冤屈，全靠你们按下的每一个指印，替沈家换回了公道。沈家謝謝你们。这份万民书，蘇婉安會替沈家收藏一輩子，日後無論沈家走到哪裡，都不會忘記邊關的父老鄉親。少將軍，您是好人，沈家是好人。老漢活了60年，头一回见當官的給我們鞠躬，邊關的老百姓永遠記着沈家的恩德。清風大人，您秉公辦事，不曾落井下石，今日又替沈家呈遞萬民書，這份公道我記下了。少將軍言重了。下官只是做了分內之事，沈家在邊關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下官都看在眼裡。替沈家說話，就是替邊關百姓說話。少將軍一路保重，日後回京，還請多為邊關百姓爭一分公道。陛下，3司會審已全部查清，昭陽公主母族外戚勾結曹瑾，偽造通敵書山，買通軍中內奸，洩露布防圖，構陷鎮北將軍府，通敵叛國，罪證確鑿，鐵證如山。外竊勢力為謀奪北境兵權，不惜以通敵賣國為手段構陷忠良，導致涼州一役前飛營全軍覆沒，數千將士枉死沙場。沈家滿門忠烈蒙冤多年，皆是外戚與曹瑾聯手所為。傳朕旨意，昭陽公主母族外戚構陷忠良，通敵賣國，干預朝政，罪不容誅。所有涉案外戚官員一律革職查辦，永不續用，首犯交由刑部從嚴治罪。曹瑾核心黨羽一併交3司會審。沈家滿門即刻平反昭雪，恢復爵位封號，兌還被抄家產。大哥，聖旨已下，外戚勢力全數倒台，沈家的平反詔書即日便會送到邊關，爹和你都能官復原職，被抄沒的家產也會全部返還，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。娘，咱們可以回京城了。我就知道大哥不會絕不但會讓沈家蒙冤一輩子。這麼多年，沈家終於等到這天了。這次，我們終於可以回去了。何事？昭陽公主接旨。經查，公主私派人員干預邊關政務，勾結外戚，構陷鎮北將軍府，罪證確鑿。即日押解回京，禁足宮中5年，削掉封號特權，不得再干預朝政，欽此。放肆！本宮是當朝嫡公主，誰敢削本宮的封號？這聖旨定是偽造的，父皇不可能這樣對本宮，父皇絕不可能如此待我。殿下，聖旨蓋有玉璽，
陛下還有一句話命奴才轉達：朕的江山不是給你用來泄私憤，殿下若再不知收斂，下次就不是禁足5年了。沈慈給了你什么好處？你們一個個都替他說話。本宮為他拒絕了多少駙馬人選，放下身遂親自來邊關見你，他居然寧肯選一個丫鬟，也不肯向本宮低頭。公主，請吧，馬車已經在外面候着了。公住了10幾年的朝陽殿，如今竟被關在這連窗戶都沒有的地方。沈慈、蘇婉寧，你們給本宮等着！殿下，陛下有旨，禁足期間不得外出，不得與外界通信，每日只許1名宮女送飯。本宮是一公主，本宮沒有輸，本宮不會輸。奶奶，咱們走了，這棗樹誰來澆水啊？會有新住戶來的。念安要是捨不得，就摘些帶在路上吃。少將軍，我還挺捨不得這些東西的。這些藥材和菜地，陪着咱們熬過了最難的日子。現在要走了，總覺得像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別人家似的。捨不得就帶幾株回京城，將軍府後院也有空地，回去給你闢一塊藥棚。不用了，這些藥材和菜地留給邊關的百姓吧，他們還在挨餓，有這些肥土和藥種，能多活幾個人。我把種植方法都寫在冊子裡，留給裴清風，讓他們帶着邊關的人活下去。走吧。回京城還有很多好玩的，我帶你去。好，回京城。大哥，前面再过1個驛站就到京城地界了。當年被押出京城的時候，帶着手銬腳釗走在這條官道上，那時候沒想過還能活着回來。我當年跟在郵車後面，想着能活着走到邊關就是萬幸，沒想到我們全都安然無恙的回來了。大哥，從邊關第一鍋野菜姑姑到今天，整整1年多，真像做了一場夢。這棵樹還在，小時候我和墨兒天天在這樹下打架。這道刀痕是當年抄家時留下的，如今終於回來了。婉寧姐姐，我們回來了啦！念念乖，我們回來啦。老爺，這1年多就像在鬼門關裡走了一遭。要是沒有婉寧這孩子拿命替咱們撐着，咱們這把老骨頭早就埋在邊關的雪地裡了。說得對，走，帶上婉寧，全家去祠堂上香，去告訴列祖列宗，咱們沈家堂堂正正回來了。镇北將軍沈慈，沈家滿門忠烈，蒙冤多年，朕心甚痛。今日當着滿朝文武，朕為沈家正名，恢復沈慈你鎮北將軍官職爵位，歸還北境兵權，望你重整鎮北軍，護我大雍北境安寧。臣沈慈領旨，北境防線若有半分疏漏，臣提頭來見。鎮北軍的兄弟們，沈慈回來了！少將軍，歡迎回來！鎮北軍當年被打散的舊部，今日要一個個找回來，重新核定編制，從頭整頓軍紀。北境防線是鎮北軍拿命守下來的，我絕不會讓他在任何人手裡垮掉。少將軍，舊部名單已整理完畢，散落各地的殘部正陸續歸隊，1個月內可恢復基本編制。交給你了。所有歸隊老兵核驗身份，原址留用。從今日起，鎮北軍大營燈火不滅，沈慈跟你們一起守，直到沒人敢再動鎮北軍一根骨頭。
少将軍，婉寧姑娘來了，在營門外等着。你先帶隊練着。怎么突然来大营了？是不是家裡有什么事？没有，家裡挺好的。少将軍別多想。那怎麼跑這麼遠的路來大營？就是覺得心裡空落落的。以前在邊關，每天天不亮就起來澆菜、施肥、熬藥，忙得倒頭就睡。現在家裡什麼事都有人做，可一歇下來，心裡就發空。少將軍別笑話我。你是把邊關那片地和那家人全裝在心裡了。每天睜開眼有那麼多事要扛，不然鬆下來，誰都會空落落的。走，我陪你回去。今天什麼都不管了，陪你把那塊藥球全種滿。少將軍，那邊還等着你操練。沒事，有聶風在。以後我得空就來陪你。少將軍辛苦。只要是跟你在一起，不管是在邊關庖商地，還是在京征種藥圃，都像是享福。那以後將軍府的這片藥圃，可就全包給少將軍了。連我沈慈都是你的，何況這片地？我家老爺是吏部侍郎，特備薄禮，恭賀沈老將軍沉冤昭雪，賀少將軍官復原職。我家侯爺說了，當年沈家蒙冤時未能出力，心中實在愧疚難安。今日特備深海紅珊瑚1株，黃金100兩，全當給老夫人壓驚。我家尚書大人備了重禮。諸位請回吧。我家老將軍有令，沈家剛回京，閉門謝客。所有賀禮一概不收。少将軍，門外來了好幾撥人，都是京城各大世家派來的。送禮的，您看該如何處置？你看看，沈家蒙冤流放時，這些人躲得比誰都遠。如今平反了，倒一個個貼上來了。管家，把禮單和禮物原樣退回，就說沈將軍剛回京，軍務繁忙，不便貴客。各家的好意我們心領了，日後若有公務往來，按規矩辦就是。他們送來的禮，夠你買一整條街的藥鋪了。你一點都不心動？沈家最苦的時候，雪中送炭的是那些老百姓，他們送的名帖再值錢，也抵不過邊關百姓那張畫押的民書。少將軍，那些攀附拉攏的門道，沈家不摻和。我只想守好這個家，安安穩穩過日子。榮華富貴是虛的，一家人平平安安才最實在。滿京城的世家千金，沒有一個像你這樣，最難的時候不離不棄，回了京城也不慕虛榮。那少將軍先把剩下半籠地種完，別光說好聽的。是侯府辦的春日宴，名義上是賀沈家沉冤得雪，實則是京城權貴想探探咱們如今的底細。沈家剛回京，此事這時候不宜推辭。婉寧，你陪我一起去。少將軍，那種世家宴席，我若以丫鬟身份前去，怕是會給沈家惹來非議。沒有什麼丫鬟身份。你今日跟我走出這扇門，就是我沈慈未過門的妻子，是鎮北將軍府未來的女主人，沒人敢非議。
沈少将軍大驾光臨，寒舍蓬蓽生輝。這位是蘇婉寧，沈家未来的少将軍夫人。蘇姑娘，請隨意，就當自己家。這位就是沈少将軍說的蘇姑娘，聽說以前是沈府的丫鬟，不知怎麼就跟了少将軍。蘇姑娘好本事，從丫鬟搖身一變要當将軍夫人，這手段，咱們這些世家小姐可比不上。蘇婉寧，你刚才说他什麼？再說一遍。少將軍息怒，我只是開個玩笑。既然各位好奇，沈慈就說清楚。蘇婉寧確實做過丫鬟，但沈家蒙冤流放邊關，住在漏風漏雪的破屋裡，全家差點餓死之際，正是這個丫鬟用野菜和粗糧撐着沈家活了下來。我重傷高燒不退時，是他走了幾十里路換回藥膏，把我從鬼門關拉了回來。誰若再看清他，便是看清沈慈，看镇北將軍府。少将軍，再說下去，這宴會怕是沒人敢跟咱們說話了。那就正好，這種宴會以後不來也罷。少將軍，京城暗樁傳回來的消息，曹瑾殘餘沒有散，最近頻繁出入三皇子府邸。三皇子一直覬覦儲君之位，不滿太子多年。曹瑾失了外戚這條線，三皇子要借曹瑾的朝堂根基奪儲，曹瑾要借三皇子的皇室身份東山再起，目標不只是太子，還有我們。大哥，三皇子在軍中並無根基，他想奪儲，必須先拿下兵權。沈家是北境兵權的核心，他若動太子，必先拔掉咱們這顆釘子，舊賬未清，新仇又來。聶風，從舊度裡挑幾個最信得過的，分兩路查，一路盯緊三皇子府邸，所有進出人員、時間、路線全都記下來；另一路暗查曹瑾曾餘在京城各處的秘密捉節點，找到他們私藏文書和兵器的據點。跟上去，沿途每換一波轎夫就記一個點，別跟太近，查到落腳處立刻回報。头儿，木箱裡的文書是朝中官員與曹瑾往來的密信。鎧甲是內廷禁衛之事，這些證據足夠坐實謀逆罪名。大哥，證據齊了。三皇子勾結曹瑾殘餘，私藏禁衛鎧甲，密謀在太子祭天大殿裡當日動手，時間、地點、參與人員名單全在這封密信裡。密信原件封存一份，連夜送進宮交到父皇手裡；另一份送巡按御史台備案。聶風，你帶人去三皇子府邸外圍埋伏，沒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進出，等宮裡來人拿人。
少將軍，當年構陷沈家的人，這次能一併清算嗎？能。曹瑾殘餘蜷縮在三皇子府裡，拿住三皇子就是連鍋端，當年的一個都跑不了。那我給少將軍溫一壺茶，等少將軍回來，把好消息帶給老爺子和老夫人。三殿下大驾光臨，有失遠迎。少將軍客氣。聽聞少將軍近日整軍操練辛苦，特備了些上好的金瘡藥和滋補藥材，不成敬意。沈家在北境立下赫赫戰功，本殿一直仰慕，今日總算有機會當面敘話。少將軍歷經磨難，沉冤得雪，如今重掌鎮北軍，正是大展宏圖之時。若有需要，本殿願盡綿薄之力。他日大事若成，少將軍便是我大雍第一功臣。殿下厚愛，沈惭愧不敢當。镇北軍的職責是戍守北境，沈慈只會練兵打仗，不懂朝堂博弈。少將軍過謙了，不懂可以慢慢學。耐心，本殿有的是耐心。今日叨擾了，改日再來拜訪。大哥，三皇子這已經是第3回上門了，每回帶的禮都比上一回重。他這是在試探你的底線。他不是在試探底線，是在逼我表態。不接他的禮，就是與他為敵；接了他的禮，就是上了他的船。大哥，三皇子以賞秋為名單獨設宴，這絕對是一場鴻門宴。我不去，他便有借口去陛下面前參我恃寵而驕，目無皇室。我去。少將軍，這是我尋來的特效解毒片，不管他賜什麼酒水，你提前含在舌下，可保萬無一失。放心，你在家等我，今夜不管聽到什麼風聲，都不要出府。老二，讓聶風帶100精銳暗中盯死三皇子府的四周，一旦有變，直接明奪市井。沈將軍，本殿今日請你來，是想給你看一樣東西，帶上來。沈慈，此人乃是北境敌軍的密使，他在城外被本殿的人截獲，身上帶着你私通外敵，意圖割据北境的親筆密信，還有何話可說？殿下這栽贓的手段，未免也太拙劣了。北境常年苦寒，真正的外族人皮膚粗糙，常年騎馬雙腿羅圈，而此人皮肉白淨，右肩上還有常年扛抬重物磨出的死繭，這分明是你府裡圈養的轎夫。至於那鎮北軍大印，殿下不妨仔細看看，印章左下角的缺口是昨日陛下親賜新印時，我當着陛下的面不慎磕掉的。你這偽造的印竟然完好無損，你早就防着本殿。殿下若真想誅我，現在就可以動手。但我鎮北軍舊部已將府邸外圍盯住，若沈慈今夜走不出這扇大門，明日這幾封偽造的密信就會出現在陛下的龍案上。少將軍回來了。剛才在回來的路上，我滿腦子都是你在風口等我的樣子，讓你擔心了。大哥，全串上了，徹底閉環了。當年曹瑾構陷鎮北軍，出賣涼州布防圖，是為了拔掉你在軍中的威望；錢廣進扣押賑災糧，倒賣官糧，是為了籌集起事的黑錢。而這些黑錢全部流入了西郊鐵礦，替三皇子私鑄了3萬副禁衛軍的甲胄。他們是用咱們邊關將士和流民的命，
養出了一支謀逆的私軍。所有的髒水和陰謀，最終的劍锋指的只有一個地方：3日後的皇家祭天大典。他們要逼宮篡位。12年的債，是時候讓他們還了。老二，立刻将這份全套罪證连夜通過御史台的案線遞進宮裡。逆子！朕尚在人世，他就急着雷霆之阵，踩着满朝忠良的尸骨来坐这龙椅了。传朕密旨，命神机营暗中調訪，朕倒要看看这逆子究竟藏了多少反骨。另外，给镇北将軍沈慈傳口諭，大典之日，京城九門交由他鎮守，若有作亂者，殺無赦。你一定要毫髮無損的回來。12年的噩夢，今夜由我親手終結。婉寧，備好熱酒，等我回家見你。鎮北軍出征平叛！婉寧，外頭怎麼樣了？我們贏了嗎？贏了，我們贏了！陛下早有防備，不僅調了神機營，還暗中將最精銳的龍武衛埋伏在宮城內外。三皇子的私軍剛攻到午門，就被陛下的人包了餃子，成了瓮中捉鱉之鱉。那便好。你帶着鎮北軍死守九門，替皇家擋了最致命的叛軍主力。可你為了護住宮門，那叛將拼死一刀砍中了你的後背。少將軍，你昏迷了整整3天3夜，是聂風踏着一地血水，硬生生把你背回來的。少將軍，你昏迷了整整3天3夜，太醫說那刀口再深1寸，便是神仙也難救。只要你和沈家平安，這點傷算得了什麼？三皇子和曹瑾下場如何？全倒了。三皇子兵敗，當場被生擒。陛下雷霆震怒，奪了廢了他的皇子身份，貶為庶人，打入死牢。曹瑾和所有參與構陷沈家、盜賣官糧的貪官污吏，全族下獄，秋後問斬。當年害沈家流放邊關的仇人，一個都沒跑掉。沈家不僅大仇得報，陛下念你平叛救駕有首功，賞了無數金銀珠寶。老太爺和老夫人這幾天高興得連覺都睡不着，一家人全在外面院子裡候着，就等少將軍醒呢。這些賞賜我都不在乎，你才是我最大的功臣。想要什麼賞賜？我什麼賞賜都不要，我只要你，我只要少將軍兌現諾言，10里紅妝，明媒正娶。好，等我能起床了，我就娶你。诸位街坊，別擠了，這10億的板藍根、柴胡、黃芩全賣光了，藥倉已經徹底見底了，藥倉徹底空了。掌櫃的，求求你救救我兒子，他已經高燒了3天3夜，再沒有藥就真的沒命了。少將軍，外頭徹底亂了，不僅百姓死傷蔓延，連咱們鎮北軍大營裡也有幾十個兄弟開始發燒咳嗽。
太医主的藥方根本指望不上。这不是普通风寒，是季节性的烈性肺部感染。太医组用药讲究温补慢调，药力不够。可如今满京城的炙热药材早就被抢购一空，咱们就算有方子，也无药可用啊。别人没有，咱们有。咱们从边关带回来的，以及在后院药铺里的普通药材强上数倍。少将軍，立刻讓聂风带人去後院，把所有的儲備藥材全部掘出，我再去找一些藥方。杀毒退热虽快，但药性太烈。这个时代的百姓从未服过，直接服用怕是脾胃承受不住。成人一次一包，孩童减半，配着温湯藥送服才穩妥。柴油壺黃芪湯固本清肺，這些藥片退熱消炎，雙管齊下，才能壓住這場時疫。姑娘，我兒燒了3天3夜了，太醫署的藥根本不管用，這湯藥真能救命嗎？大嫂放心，中藥清肺，秘方退熱，不出半個時辰，孩子定能退藥。蘇姑娘，老夫治了一輩子時疫，深知此病凶險。你這藥湯裡味道古怪，萬一出了人命，你擔待得起嗎？太醫署3天拿不出方子，全城百姓都在等死。我沈慈的未婚妻，懂醫理，有良方。若出任何差錯，我鎮北將軍府一肩攤之，輪不到你在這裡指手畫腳。娘，我肚子餓，想吃東西。退燒了，真的退燒了！老天爺啊，額頭不燙了！神醫，蘇姑娘真是活菩薩呀！我的胸口不悶了，這藥下去不到半個時辰就見效了。沈家帶回來的不是藥，是救命的神仙水啊！脈象平穩，體內毒邪竟在片刻間驅散了7、8成。這怎麼可能？邊關大荒，是蘇婉寧種出救命糧；京城決疫，是蘇婉寧獻出奇效藥。朕今日特赦司農氏大卿一職，賜金印紫綬，交由蘇婉寧掌管天下農桑大權。滿朝文武各州府縣，皆須全力配合，違令者斬。臣令讓大雍再無荒田，讓百姓再無飢餓。連着熬了3個通宵，就算是鐵打的身子也受不住。這本書裡的學問，足夠後世鑽研100年了。以前種地是為了救沈家，現在是為了救天下。一文一武，比肩而立。蘇大人，以後鎮北軍的軍糧可全仰仗您了。陛下，今年天下大熟，各地糧產連年暴漲，國庫儲糧已充盈滿溢，四海升平，百姓富足，此乃大雍100年未有之盛世。好，好，哈哈哈哈！大雍能有今日，鎮北將軍府居功至會。沈慈鎮守北境，外敵聞風喪膽。蘇婉寧統籌農桑，天下倉廩充實。沈家滿門忠烈，乃國之柱石。將門榮光，當與國同輝，世代永續。婉寧，當年在邊關冰天雪地裡刨食的時候，可曾想過，
我们會聯手創下這太平盛世。我只知少將軍在哪裡，婉寧就在哪裡。一人一甲鎮橋堂，一瓢一粟安天下。沈慈此生能得夫人非如此，夫復何求？輕點，輕點！那可是太后娘娘剛賞的極品玉如意，碰壞了唯你們是問。二哥快看，婉寧姐姐的聘禮好長好長，把整條街都占滿了。這是大哥欠他，也是咱們沈家欠他的。十里紅妝，自然要傾盡所有，風風光光。一梳梳到尾，二梳白髮齊眉。婉寧，當年在邊關冰天雪地裡啃樹畦的時候，娘做夢都不敢想，還能有親手給你梳新娘頭的一天。娘，都過去了，以後咱們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再也不分開了。吉時已到，新娘子蓋紅蓋頭嘍！皇上駕到！今日是沈大將軍與蘇思農的大喜之日，眾卿平身。朕不請自來，是來討杯喜酒的。沈慈，你真是找了個好媳婦兒啊！她不僅救了你沈家，更替朕守住了大雍的天下糧倉。賞，御賜丹書鐵券一面，保沈家世代榮華，萬世長青。臣這輩子最得意的，不是在沙場上打了多少勝仗，而是沈家修來了婉寧這樣頂天立地的好兒媳。好，吉時莫誤，繼續行禮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，禮成送入洞房。從邊關那晚能照見人影的野菜糊糊，到今夜滿屋的龍鳳呈祥，婉寧，我沈慈終於娶到你了。只要能和少將軍走到今天，就算是趟一次刀山火海，婉寧也覺得是甜的。以後不叫少將軍了，叫夫君。我沈慈此生定護你周全，歲歲年年。